今天我们要聊一件震惊中国的离奇事件。2023年10月底，一则消息悄然传出，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。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然逝世，终年68岁。这个消息让无数人震惊错愕。一位刚刚卸任不久的前国家领导人，怎会在风华正茂之龄突遭不测？官方给出的原因是突发心脏病，但整起事件前后诸多细节透着蹊跷，民间议论纷纷。不少人甚至将此称为21世纪中国第一大案，将李克强之死比作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般的政治悬案。李克强是谁？他可不是泛泛无名之辈，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。自2013年起，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，执掌中国政府长达10年。他学识渊博，是经济学博士出身，也是一位在共产党体制内爬升的技术官僚。早年他仕途顺遂，被视为前领导人胡锦涛的爱将。出身所谓团派的他，风评亲民开明。2012年前后，中共最高领导层换届时，李克强一度被视为潜在的接班人选之一。然而，最终掌舵最高权力的是习近平，李克强则成为排名第2的国家领导人，即国务院总理。在任10年，李克强给外界留下了一个独特的形象。他与以强势铁腕著称的习近平截然不同。习近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，大权独揽。相比之下，李克强虽贵为总理，却经常显得权力受限。他被调侃为史上最弱总理，并不是他个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在习近平的集权统治下，总理一职的影响力被大大压缩。尽管如此，李克强依然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关注经济与民生，经常露出亲切的笑容，以务实作风示人。在公众面前，他提出过许多振聋发聩的理念，例如推行简政放权改革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，又或者强调国退民进，让民营企业更好的发展。许多中国老百姓记得，李克强总理爱说大实话，关注草根疾苦。的确，李克强常常抛出一些接地气的金句。举几个例子，他曾感叹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，一语道破中国改革阻力之大。他告诫官员有权不可任性，提醒领导干部要克制权力欲望。在考察小商小贩经济时，他称赞地摊经济是人间烟火，为受到打压的路边摊贩证明。然而此后不久，官方媒体却发表评论，称首都形象不宜满街地摊，被视为否定李克强提倡的地摊经济。2020年疫情之后，中国经济下行严重。李克强在全国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坦诚，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，直接指出中国仍有大量低收入群体。要知道，就在不久前，习近平才高调宣布中国全面脱贫，迈入小康社会。李克强此番实话实说，等于当众揭了台面，让舆论哗然。有网友戏称，这简直是当着全世界的面给了习近平一记闷棍。然而正是这种敢讲真话、体恤民情的态度，令李克强在普通人当中赢得了声誉，也被看作是改革开放时代尚存的良知代表。然而，随着习近平不断巩固权势，李克强的施展空间日益受限。在内政外交诸多议题上，他往往只能附和习的主张，很多政策并非出自他的本意。因此，过去10年，中国政坛上时常流传习李不和的传闻，有时两人公开讲话的基调明显不同。一方面是热衷于谈党的全面领导和民族复兴宏图，另一方面则强调市场活力和民生冷暖。特别是在2022年中共20大前夕，李克强罕见地召开10万人视讯会议部署经济工作，此举被视为他在非常时期试图履行总理职责，挽救经济的表现。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20大会场上，更发生了震撼一幕。前领导人胡锦涛在镜头前突然被请出会场，表情茫然。要知道，胡锦涛正是李克强的政治恩师，这一幕象征意味浓厚，被解读为习近平对团派的彻底清洗信号。而在那次会议上，李克强也如预期般的从中央权力核心中退下，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。到2023年3月全国两会，李克强正式卸任总理职务，将接力棒交给了习近平的亲信李强。卸任时，李克强做了最后的告别讲话，
他在国务院大楼门前挥手与同仁合影，神情看似轻松，但言语间却流露出几分无奈。他感慨北方尚在冬季，却阳光明媚如沐春风，还笑着引用俗语说人在干，天在看，看来苍天有眼。简短几句话，全场响起笑声与掌声。然而许多人事后细细品味，觉得这番话似乎别有深意，像是在讽喻什么，又像是在寄托什么。有人将之理解为他对多年夙愿未尽的无奈叹息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对时局的一种婉转表态，仿佛在昭告天下，公道自在人心，青天在上，终有评判。谁能想到，这竟成了李克强留给公众的最后肺腑之言。卸任总理仅仅半年后，他就突然猝逝。事情发生在2023年10月26日中午，地点是上海一处高级国宾馆东郊宾馆内的泳池。据说李克强在那里休养小住，当天正和夫人程红一起游泳，不料天有不测风云，李克强在泳池中突发心脏病，随即失去意识。现场的警卫和医护人员紧急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。巧合也好，命运也罢，当时送至的曙光医院并非上海最顶尖的心脏专科医院，但由于距离最近，只能就近送医。据透露，有关方面为挽救李克强可谓倾尽全力，甚至动用了人工心肺等高阶急救设备。上海各路顶尖专家也火速赶来会诊。然而尽管抢救了10多个小时，依然无法让那颗停止跳动的心脏重新恢复。终于，在10月27日0点10分，医院宣告抢救无效，李克强不幸离世。消息传出的速度极其缓慢，一开始，上海本地已有人听到风声，但全国媒体一片静默。直到10月27日清晨8点，中国央视的早间新闻节目才有主播低沉地宣读了一则不到100字的简短消息，证实李克强逝世的噩耗。随后新华社等官方媒体也发布了相同内容的电讯通稿。然而这条消息在官媒上被刻意低调处理。当晚的中央新闻联播只将李克强逝世的讣告安排在第3条新闻，排在习近平会见外宾以及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日常报道之后。表面看，这与2019年前总理李鹏去世时的做法相同，但许多人注意到这微妙的排名顺序所折射出的政治信号。李克强身为前总理，他的死讯并未被作为头条大事来对待，显然当局有意降低此事的热度。直到10月27日傍晚，新华社才授权发布了以中共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名义撰写的正式讣告。讣告除了高度评价李克强的功绩外，末尾亦附上了2个确立、2个维护等字眼。要知道，这些标志性的政治术语是用来表忠于习近平的，连悼念逝者的官方讣告里都不忘颂扬现任最高领袖，这让不少观察者感到耐人寻味。李克强猝逝的噩耗仍如疾风骤雨般迅速传遍中国大地。对广大民众而言，这无疑是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。许多人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。李克强年仅68岁，之前并未听说有严重的健康问题，怎会说没就没了？李克强据称常年患有糖尿病，在2019年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，本就存在心血管健康风险，但近年公开露面时他的精神上佳。6月时他还被人拍到现身云南大理旅游，笑容满面地和围观群众打招呼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怎料短短几个月后，人却说没就没了。巨大的震惊和悲痛情绪很快在社会上发酵开来，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充斥着对李克强的追忆与哀悼。有人翻出他当年承诺中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讲话影片，分享他趟着泥水探望洪水灾民的照片，甚至提到他担任总理第1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7.5% 的往事。许多网民感叹，他的离去象征着一个经济前景更好、对私营企业更开明的年代的终结。李克强的家乡安徽合肥，从消息公布当天起，就有大批自发前来悼念的民众。他少年时曾居住的故居门前，人潮络绎不绝，市民们排着长龙献上菊花，留下纸卡，写下悼念字句。有人写道：长江黄河不会倒流，引用的正是李克强生前的名言，寓意着他所代表的改革开放潮流不可逆转。也有人写着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也是李克强说过的话。
如今字字句句令人唏嘘。在现场，很多人默默拭泪，神情哀戚，仿佛失去了亲人一般。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大陆多年未曾出现过。要知道，上一次平民百姓自发走上街头悼念领导人，还要追溯到1989年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时候。当年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首都学生、市民上街献花悼念，进而演变出震惊世界的6·4风波。时隔数十年，李克强的离世再次令许多中国人走上街头表达哀思。除了合肥，在河南郑州的一处广场，在李克强父亲的老家安徽定远，也出现了民众聚集献花、点烛的场景。一时间，白菊花成了敏感象征。据称有大量快递订单要求匿名将菊花送往特定地点。在一些高校校园里，也有人用蜡烛摆出 LKQ 字样，这是李克强姓名拼音的首字母缩写。一股离奇的民间悼念潮就这样涌现出来。这样的民情显然令当局感到不安，官方的维稳机器迅速启动，试图抚平这股非常规的悼念浪潮。在合肥李克强故居门前，可以看到许多穿着蓝色背心的工作人员混在人群中，悄悄观察监视。他们一方面引导人流，另一方面则快速清理地上的悼念物品，尤其是那些附有字条的花束，很快就被不知名人士收走。一些公共场所附近临时拉起了警戒线，以各种理由限制人员靠近聚集。网络上更是立刻展开了严密的审查。微博上凡带有李克强、悼念等字样的话题标签，通通只会显示主题内容未予显示8个字。许多追思文章、短视频在发布后不久就被删除下架，就连政府官网、官方媒体对此也格外低调克制，除了转发统一稿件外，鲜有额外评论。据报道，多所高校收到通知，严禁师生组织任何形式的线上线下集体悼念活动。一时间，李克强3个字似乎成了网络禁忌，各种绕着弯表达哀思的方式也遭到封杀。甚至有传闻说，一些原定在李克强去世消息公布后举办的大型活动突然延期，比如安徽原定10月底的音乐节、运动会临时推迟举行。一款知名国产网络游戏《原神》的新版本直播，也因李克强之死，从原定的10月27日推迟到了11月初。种种迹象显示，官方对于民间自发悼念此事高度敏感，极力压制扩散。官方为何如此紧张？因为他们生怕历史重演。李克强生前虽位高权重，但他的一言一行在许多老百姓心中引发共鸣。如今他的突然离世，恰逢中国经济低迷、人心思变的时刻，很容易成为民众抒发不满情绪的引爆点。许多人怀念李克强所代表的那个年代，一个经济前景更好、对私人企业更友善的年代。这种怀旧之情其实映射出当下公众对习近平路线的不满和失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国际媒体也高度关注李克强的骤逝，普遍以务实派、温和派总理等词汇来评价他，认为他在习近平治下被边缘化。他们感慨李克强的离去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谢幕，未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将更受政治主导。因此，当局对于任何可能借悼念之名演变出的抗议苗头都格外警惕，如临大敌。有人指出，习近平如今面临一个微妙的政治时刻，一方面要给李克强适当的悼念规格以安抚民心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出现胡耀邦逝世后群众情绪外溢的局面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官方在李克强治丧期间，一方面举行了一些例行的仪式，比如在天安门、外交部等处下半旗致哀。11月2日，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遗体告别式，习近平和现任常委们也公开露面送别李克强。另一方面，整个过程却保持低调克制，没有允许大规模的公开悼念活动，新闻宣传也相对简短低调。这种一紧一松的安排，正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。然而民间的猜测并未随着官方的控场而停止，相反，围绕李克强之死的种种阴谋论持续发酵。许多人不相信这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心脏病发作，他们问，为什么偏偏是在上海？为什么恰恰在他卸任几个月后，68岁的年纪说老不老？尤其比起那些动辄活到80、90岁的中共元老，李克强还算年轻。再加上就在不久前，
习近平当局刚经历了一连串高层人事震荡，先是7月间，外交部长秦刚突然被免职，接着10月中旬，国防部长李尚福也神秘消失。短短数月内，2名正部级高官接连出事，原因至今成谜。外界普遍揣测是习近平借反腐之名清洗异己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李克强的骤然暴毙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。特别是了解中南海权斗生态的人都清楚，习近平上台后大权独揽，对潜在对手从不手软。在中共内部，李克强属于胡锦涛的共青团派系，算是习近平在政治上的一道校友，又是掣肘者之一。20大时，另一名团派代表胡春华年仅59岁，却被习近平强行踢出权力核心，这被视为习对团派釜底抽薪之举。李克强作为团派的旗帜人物，纵然退出政坛，或许在习近平眼里仍是个潜在威胁。有海外媒体甚至爆料称，一旦习近平因意外无法执政，党内共识将由李克强接班执掌大局。若此言不虚，习近平当然不可能对李克强掉以轻心。正因如此，一种习近平排除异己的阴谋论广为流传，其核心论点是李克强之死绝非自然，而是习近平下的一步险棋。有网友戏称李克强是被心脏病死的，这个荒诞的说法背后是大家对官方说辞的普遍不信任，以及对政治黑箱操作的种种猜疑。在民间，许多不同版本的传言纷纷出笼。有人说李克强在游泳时遭到特殊药物攻击，导致心脏骤停；有人怀疑这是一场高层精心策划的作调，甚至把他比作当年的林彪事件或刘少奇含冤离世。更有激进的声音直指习近平就是幕后黑手，认为他透过制造表面上的意外，除掉了这位令自己寝食难安的政坛对手。这些说法当然无从证实，但细究之下，不少细节确实耐人寻味。比如李克强发病后被送往的曙光医院，并非上海最权威的心脏专科医院，为何没有送去距离稍远但医疗水平更高的中山医院或瑞金医院？再比如李克强去世，消息发布的时机和措辞也引发疑问。官方选在清晨公布噩耗，似乎想抢在谣言传开前占据信息源头，而讣告中一口咬定是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，用词显得急于盖棺定论。凡此种种，在阴谋论者看来都像是刻意安排的结果。除此之外，李克强身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折射出这桩事件不同寻常的影响。2024年临近李克强逝世1周年时，全国多场原定在那几天举办的马拉松比赛纷纷宣布延期。要知道，在一些马拉松跑友中，曾有人举着李克强的遗像跑完全程以示纪念，这或许让当局心有忌惮。同时，更轰动的消息传来，2024年11月，前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、退休记者顾万明因在网上发表公开信，呼吁彻查李克强死亡真相，竟被上海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1年徒刑，且被新华社撤销退休待遇。官方对任何质疑声音零容忍，宁可重判提出问题的人。此举更让不少人觉得此事有鬼。如果李克强真是正常离世，为何连要求查明死因都成了罪？随着时间推移，李克强之死渐渐从一条新闻变成了一桩谜团。官方不可能公布更多内情，民间也难以取得任何实证，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私下将它当作茶余饭后永不冷场的话题。在无法公开讨论的网络上，许多人用隐晦方式悼念着他，同时追问着那隐藏于黑箱之中的真相。李克强为无数普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曾经是那样一位愿意直面现实、体恤人民的总理。一时间，人在干天在看的感慨被无数网友反复引用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苍天在见证一切。有人感叹，李克强或许是用自己的骤然离去为这个时代写下了一笔悲壮的注脚。他的死因真相如何，恐怕短期内难有定论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里，2023年深秋发生的这件事绝不仅仅是一起寻常的病逝事件，而更像是一部仍待揭秘的当代政治悬疑剧。结局会是什么？也许多年之后，我们才能从蛛丝马迹中拼凑出一丝真相，也可能真相将永远尘封于历史的暗箱。不管怎样，
李克强之死这桩21世纪第一大案已深深刻在了中国当代史的年轮中，它警示着世人，在风云诡谲的权力斗争背后，个人命运往往脆弱如沙。而历史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：长江黄河不会倒流。中国曾经那段开放务实的改革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，但人们心中对真相与公道的向往却如滔滔江水，永不停息。李克强走了，可他留下的疑问将久久回荡，等待着时间给出答案。